我的侄子被诊断出患有白血病，而我的女儿是家里唯一能救他的人。为了挽救这唯一的男性继承人，这传承他们宝贵家族姓氏的唯一血脉，我的公婆强迫我体弱的女儿捐献了她的骨髓。最终，我姐夫的儿子活了下来，我的女儿死在了手术台上。我沉浸在悲痛的阴霾中，抱着她冰冷、没有生气的身体，从18楼跳了下去。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，我回来了，回到了甚至连我侄子的诊断结果都还没出来的3天前。在我的第一世，当我的侄子泰德被诊断出白血病时，我的女儿艾米是唯一的匹配者。但艾米从小就体弱多病，医生明确建议不要进行捐献。为了保护家里的宝贝金孙，他们全家都坚持要艾米捐献。他们给我下了药，把我打晕，然后把我可怜的小女儿拖进了手术室。当我醒来时，全家都在庆祝。泰德的移植手术很成功，而我的艾米就躺在隔壁的房间，她小小的身体一动不动，冰冷僵硬。我的公公婆婆看着我，脸上满是虚伪的同情。别怪我们，丽丽，我婆婆说，声音甜得发腻，如果是艾米得了白血病，我们当然也会让泰德给她捐献的。她只是不够强壮，没能撑过来。我公公叹口气补充道，这是她的命，她只是运气不好。我淹没在愤怒和绝望的海洋中，为我的女儿尖叫着讨要公道。但他们全都指责我，说我歇斯底里，不可理喻。甚至连我的丈夫马克也沉默地站在一边，脸上戴着一副冷漠的面具。我彻底崩溃了，抱着艾米的尸体走到最高层，纵身跳下。我从没想过还能再次睁开眼睛，但我回来了，就在这一切开始的3天前。妈妈，你为什么哭呀？一个细小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。是因为我昨晚踢被子了吗？你生我的气了吗？我转过身，泪水模糊了视线。我的女儿艾米刚睡醒午觉，正睁着大大的、充满担忧的眼睛望着我。她才7岁，但她的目光中却带着一种让我心碎的懂事。一股新的悲痛和爱意涌上心头，我猛地将她紧紧抱在怀里，脸埋在她柔软的头发中。这一次，妈妈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我发誓。我收拾好一个包，第一件事就是开车把艾米送到我母亲家。那天下午晚些时候，我知道马克下班了，便给他打了电话。马克，我开口说，声音因假装痛苦而哽咽，我今天带艾米去做了检查，医生说，他说他得了白血病。我让一声啜泣从唇边溢出。上次你们不是说，如果是艾米生病，也会让泰德捐献的吗？现在让我看看你们对这消息作何反应。挂断电话后，我独自开车回家。当我走进去时，我的公婆正围着泰德献殷勤，一派家庭美满的景象。我的到来打破了这温馨的气氛，他们脸上的笑容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厌烦。我还没完全踏进门，我婆婆就冲了上来。马克已经告诉我们艾米的事了，他说，语气尖锐，没有一丝同情。我们听说，就算治这个病，他也要终身服药。所以，我们商量过了，我们决定还是不治为好。再说了，我公公插嘴道，甚至看都没看我一眼，你知道我们的经济状况。我们刚给泰德报了那个昂贵的 STEM 高级夏令营，实在没有多余的钱给艾米付医药费了。如果你坚持要治，我婆婆最后说，你得自己从你娘家弄钱。他们一个接一个的点头同意，叹息着艾米运气太差，命不好。他们的冷酷无情并未让我感到意外。我继续演戏，声音因绝望的恳求而颤抖，妈，爸，我娘家会出钱的。但是医生说需要骨髓移植，近亲移植的成功率最高。我回来是想问问泰德，能不能让他去验一下血，看看匹不匹配。客厅里的空气凝固了。你想毁了你侄子吗？我公公一巴掌拍在桌子上，声音低沉地吼道，泰德是我们的宝贝孙子，我绝不允许任何人、任何事伤害他。没错，我婆婆尖叫道，仿佛我提议要把他孙子喂蛇似的。
他把一个盘子摔在地上，盘子碎了。泰德可是你的侄子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虚伪的味道浓得让我反胃。当他们的孙子生病时，他们愿意牺牲孙女；但当他们的孙女濒临死亡时，他们却连1分钱都不愿出。我让肩膀垮下来，假装失败。但是妈、爸，艾米也是你们的孙女啊！你们真的能眼睁睁看着她死吗？看到我情绪激动，马克把我拉到一边。他们说的对，莉莉，他低声说，拒绝看我的眼睛。他生病不是我们的错。如果他没挺过去，我们总可以再生一个。下次也许是个男孩。尽管我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了应对一切的准备，但听到他的亲生父亲说出这样的话，还是像挨了一记重击。好，我说，声音平淡而冰冷，我明白了。你们不救他，我来救。我转身走了出去，留下他们所有人惊愕地呆立在原地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我的手机一直就在口袋里，麦克风录下了每一句恶毒的话语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被手机上一连串的通知吵醒。我的公公在每个家族群里都置顶了一条消息：即刻起，莉莉和艾米不再是我们家的一员，他们的生死与我们无关。特此通知，绝不更改。每个群都有99家的新消息。我打开一个，看到了对话内容。他写道：艾米得了白血病，他自己要死已经够糟了，现在他妈妈还想道德绑架他表哥捐献骨髓。立刻有几个亲戚站出来为我辩护，捐献骨髓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吧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艾米死啊。我觉得莉莉不是想道德绑架谁，她只是一个想救自己孩子的母亲。可怜的艾米，这么小就得了这么重的病，真是倒了大霉。看到对话转向同情艾米，我公公赶紧又打字。我只是提醒大家，捐献骨髓有风险，可能会永久损害健康。他又补充道，如果他来找你们任何人捐献，后果自负，我们概不负责。刚才还在表达同情的亲戚们沉默了，没人愿意让那种风险落到自己家人头上。我看着聊天记录，笑了。这就像是他们亲手把弹药交给了我。我正愁怎么把他们丑陋的嘴脸公之于众，他们倒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我在群里快速回复了一句，但艾米也是这个家的一份子，不是吗？爸妈，如果你们不想帮忙，我可以理解，但为什么要阻止别人帮忙呢？就好像你们希望他死一样。过了一会儿，我的嫂子泰德的妈妈回复了，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，大家都有自己的家庭和事业要考虑，万一受伤了，对一个家庭来说就是灭顶之灾。3. 如果是我的泰德得了白血病，我宁愿放弃治疗，也不会拖累全家。真正的家人是不会互相拖累的。群里充满了对他的赞美，称他高尚、无私。我对他这番唱高调的行为只觉得可笑。我很好奇，明天当他收到自己儿子的诊断书时，是否还会觉得如此无私？我没有理会随后而来的连篇辱骂，关闭了应用，保存了整个聊天记录。回到哈里森家的客厅，我公公觉得仅仅把我赶出家门还不够。马克，你应该跟他离婚。他脸色阴沉地说，那种病就是个无底洞。我们不能让一个丫头片子把整个家都拖垮。我婆婆立刻表示同意，离婚是最好的。这么多年，她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，就一个病恹恹的没用的丫头，现在还得绝症要死了。跟这种女人在一起，你会被拖垮的。她坚持道，等你自由了，妈给你找个更好的媳妇。马克只是点了点头。你们说的对，我们不能让一个丫头毁了咱们全家，必须离婚。片刻之后，我的手机嗡嗡作响，收到了他发来的短信。如果你坚持要救艾米，那我们就到此为止，离婚吧。明天上午10点法院见。我会放弃抚养权。从今以后，艾米是你的事，与我无关。一阵宽慰感席卷了我。我没料到他们会行动得这么快。艾米，我的宝贝，我对着空房间低语，再也没人能伤害你了。我平复了狂跳的心，
只回了一个字：好。第二天上午10点，我站在法院门口，整个哈里森家族的人都已经在那里等着了。他们紧密地聚在一起，带着防御的姿态，好像怕我反悔缠着他们似的。我公公把一份离婚协议塞到我手里。别觉得我们狠心，他说，脸上戴着一副庄严尽责的面具。任何神志清醒的人都不会选择救他。那是白血病。如果你不放弃，就不能再待在这个家里。他那副正义凛然的样子，荒谬的我几乎要笑出声。总是这么虚伪。但已经不重要了。协议条款很苛刻。马克不仅放弃对艾米的所有监护权，他们还要求剥夺艾米的哈里森姓氏。他们想彻底切断我们，将我们从他们的生活中永远抹去。在我看协议时，马克凑近过来，声音低沉的嘶嘶说道：如果你现在放弃艾米，如果你答应给我们生个儿子，我愿意给你最后一次反悔的机会。我强忍住再扇他一巴掌的冲动，毫不犹豫的，我拔掉笔帽，签上了我的名字。几分钟后，我和马克拿着离婚证走出了法院。哈里森一家聚在一起，脸上洋溢着解脱的喜悦，像中了彩票一样庆祝着。我们终于摆脱那个扫把星了。是啊，那个病秧子艾米也没了。我之前都不敢让泰德靠近他，万一被传染了怎么办？一个生病的孩子，还是个女孩，治了又有什么意义？他们全都松了一口气，品味着他们的自由。但下一秒，我的前公婆一家人的手机上都响起了短信提示音。我知道那是什么。泰德的诊断结果到了。